我是修仙界里最会装杯的神女，本想靠着100%空手接白刃的技能，在同门面前装波大的，好坐实快要露相的神女地位。可对方竟然不按套路出牌。我的话，我是空手接白刃，不是空手接铁锤啊，大哥！听说了吗？隔壁的万剑宗打上来了，指名道姓要挑战咱们神女。现在都在传，咱那位神女其实是个关系户，根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修为，全是人情世故啊！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我还听小道消息说，他那个花灵根根本就是扯淡，修真界哪来的花灵根？分明是废物体质，老祖为了面子硬编的。净说些大实话，我不要脸的吗？当年太上道宫老祖大限将至，道宫年轻一辈又青黄不接，为了不让宗门在他死后被人看清，硬是从凡间拐来了绝美原主。此女背后有大因果，背景极为神秘，更觉醒了万古无一的变异花灵根。得此女，道宫当兴一纪元。全宗上下信了，毕竟老祖就是靠算卦起家，而且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嘛。老祖死的安详，留下原主靠着他生前留下的能隐藏修为的面纱，在神女宫里瑟瑟发抖了好几年。那所谓的花灵根，除了能让周围的花开得艳一点，没有任何攻击力，甚至连给花松土都费劲。别想，别想，别想！木神女，万剑宗欺人太甚，已至山门叫阵，公主尚在闭关，还请殿下速回禁地主持大局。我已率众长老前往对峙，神女莫怕，太上道宫绝不弃你。莫怕，外患还没解决，内忧直接起脸输出。这杯子要是能裂条缝让我钻进去就好。丁，诸天氪金抽卡系统竭诚为您服务。系统检测到宿主当前处境堪比地狱开局，特发放新手至尊大礼包，恭喜获得永远比敌人高1大境家族法天象地体验卡乘1，特殊卡池3连抽，终极卡池10连抽。等等等等，家族法天象地体验卡系统，这个永远比敌人高1境是什么意思？具体的判定标准是什么？丁，鉴于系统卡库暴率纯属玄学，为了保障宿主前期不被路边一条狗欺负，故奖励此体验卡1张。此卡片一旦激活，将召唤一位法天象地，持续半个时辰。该法天象地的境界将自动比宿主当前面对的最强敌人高1个大境界，主打一个压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这张卡捏在手中，就算万剑宗宗主亲至，我也能反手拍死。到时候护卫一出来，我就说是背后那个隐世家族派来的护道者，这不就坐实了背景通天的设定吗？既能保命又能装，完美。行了，介绍一下卡池规则。好嘞，系统卡池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顶级4个常规等级，以及一个独立于5行之外的特殊卡池。常规卡池规则很简单，氪金，每个等级单抽价格都是100枚对应品为零食，而特殊卡池它消耗的是气运值，本系统会自动收集周围人对宿主产生的强烈情绪，无论是震惊、爱慕、嫉妒、恐惧，统统按比例转化为抽奖货币，提供情绪的人修为越高，转化率就越高。如果是原著中的天命之人或者大气运者，那倍数这简直就是人形 ATM 机。按照你说的，如果我遇到原女主叶倾城，我是不是可以在她成长之前，把我之前抽到的那些垃圾给她当机缘？什么意思？把她感动得稀里哗啦，先给我提供一部分气运值，等她变强了，我再编个理由吓吓她，收割一波恐惧值，这岂不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？宿主，您的理解完全正确，但这个计划感觉比反派还反派啊！读书人怎么能叫反派呢？这叫合理利用资源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先抽卡，先来那个特殊卡仆3连抽，让我看看我这欧皇的手气。恭喜宿主鸿运当头，获得概念级被动技能100%空手接白刃群体版，获得特殊道具主仆同生卡，加强版炼虚级储物纳戒1枚。哇，接下来我要面对的是万剑宗门，一群视剑如漆的剑修，
如果那群剑疯子一拥而上对我乱砍，而我能把所有的剑都徒手接住。主仆同升卡，只要我修为提升，召唤出来的手下也跟着升，这个才是伪装隐士家族的核心。还有10次终极抽奖，统统嘶哈！得令。也就这个极品结银丹有点用，还得搞钱。现在该回去了，装逼了。什么？哪儿来的丑东西？算了，日行一善，攒点人品。好好，看不起谁呢？既然扯不断锁链，那我不扯不就行了？收。丹老，你看到了吗？世间竟有如此出尘绝艳之女子。她刚才看我了，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有个屁的意思！把你那点龌龊心思给老夫收起来！人家姑娘就像是高悬9天的明月，看你如同看蝼蚁。你就没注意她刚才那一手？那鸟凤凰因为涅槃失败受了重伤才变成那样的。凤凰，就那个秃了毛跟土鸡似的小玩意儿。重点是他那个戒指，竟然有空间置换的能力。人家那是实打实的隐士大能，或者说是某个恐怖隐士家族出来历练的核心传人。原来如此，隐士家族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达到那个高度，让他正眼看我一次，就一次。累死老娘了！这破系统，不知道练气期无法使用飞剑吗？怎么没送个飞行坐骑啊？检测到大气运者萧凡对宿主产生倾慕情感，提供气运值加50。检测到练气期茶楼小二对宿主产生惊艳情绪，提供气运值加0.00000001。罗少，系统你认真的吗？这小数点后面是不是多放了一串手机号？这得多少个路人甲乙丙丁加起来才能凑够那仅仅1点气运值？特殊卡池10连抽要1000点啊！萧凡，大气运者，难道是刚才客栈对面酒楼那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傻大个？等着吧，提款机们。只要能从你们身上薅到羊毛，就算气运他爹来了，也得乖乖交钱。叶圣女，实话说，我们本该是同一阵营的。我相信你应该听说了关于你们女神的传闻吧？实话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家老祖喝醉时不小心泄露出去的。除非你们那位所谓的神女背后有一尊炼虚期的大能坐镇，不然的话，那花灵根就是装的。叶圣女也是爽快人，难道你就没怀疑过？一个从来不出手，整天躲在神女宫里养花种草的人，凭什么占着第一天教的名字？木神女是我太上道宫老祖钦点的神女，修为是真是假，似乎也轮不到你个万剑宗的人大放厥词。哼，冥顽不灵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。快看，是神女吗？神女殿下来了！用剑！我的天，神女殿下这气场，这哪里是问用不用剑？分明是说他根本不配在神女面前拔剑啊！那个神女殿下既然来了，那咱们就切磋切磋。他在做什么？准备什么绝招吗？我能空手接白刃，但接不住大锤啊，哥！
那个神女殿下，在下除了剑法，其实棍法也略懂一二。既然是切磋，咱们就别动刀动枪的了，免得伤了和气。我就用这棍子。对面这是预言家吗？这么超模，他是怎么知道我有空手接白刃的？还是说这年头剑修出门不带剑，改带棍子了？这对吗？这合理吗？没招了，只能提前使用那张法天象地体验卡了。但直接使用，显得我打不过才仗势欺人，不符合神女的格调。等等，如果我是个病号呢？深渊腐蚀特效血包使用成功。木神女，你没事吧？别过来。既要战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！哎呀，我的锤！卑鄙，趁人之危，不好，保护神女！没办法了，只能赌万剑宗来的人不要太菜，不然就真哭都没地方哭了。系统，动手！叮！检测到在场敌人最强境界为化神初期，家族法相体验卡等级自动上调至炼虚初期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家小姐？这仅仅是一道投影，一道跨越不知多少万里降临的意志投影，就有如此威能。那本体多事，我不是跟母亲大人说了吗？别把这些神念烙印留在我身上。此处是东清域，不是族内，我不过是借地静养。何时轮到你们地阁这帮老古董擅作主张了？小姐息怒，属下万死。可祖母有令，虽不可干涉小姐红尘炼心，但若有不知死活的蝼蚁，在小姐旧疾发作之时惊扰，帝婢便是拼着触怒小姐，也必须出手扫清障碍。大哥，大爷，祖宗，我就是来切磋个武功啊！你们这种大家族的事儿，为什么要牵扯我这个无辜的路人甲啊？实锤了，全都对上了，这才是真相。哪有什么废生体质，哪有什么关系户？这分明是一尊来自隐世古族的千金，因身负不可言说的重疾，才屈尊降贵，来此偏域之地休养。火候到了，过犹不及。若是真让这法相虚影把万剑宗的人全杀了，事情闹大不好收场，我的钱袋子也没了。罢了，退下。遵命。入手处冰凉刺骨，气息微弱。原来他一直在应承。若非为了宗门颜面，这位来历通天的神女何须动用灵力？以致救急复发。可笑我先前竟还怀疑她是沽名钓誉之辈。给小姐服下。小姐仁慈，不愿造杀孽，但这并不代表尔等冒犯之罪便可一笔勾销。以此物换尔等一命。今日之事，谁若敢泄露半句关于小姐病情的消息，又或是让小姐再损一根发丝，届时碎的便是这整个东清域。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，莫过于满地都是钱，但是只能干看着。
丁，获得气运之子的愧疚，气运值下60。丁，让铁柱受到1万点暴击，气运值加0.5。诸位，此事怎么看？太恐怖了！仅仅是一道跨越无尽虚空的意志投影，便有那般毁天灭地的威能。老夫敢断言，那投影所展现出的力量起步就是炼虚。那若是本体亲敌，重点不仅在修为，还在那个称呼。那法相自称地阁，以古族制式，是否还有天阁、玄阁、皇阁？而且那法相只是负责守护的家臣罢了。还有神女吐出的那口黑血，那是万古寒毒，寻常元婴修士沾之即死，可神女殿下却能常年将其压制在体内。此等体魄，若非有惊世骇俗的底蕴支撑，早已身死道消。当年老祖曾言他万古无一，身负天大因果，我等愚钝，只当是老祖为了宗门脸面夸大其词。如今看来，老祖诚不欺我啊！这哪里是什么关系户，这分明是我太上道宫请回来的一尊活祖宗。传令下去，自即日起，至整主出关之前，全宗上下若有谁敢因神女平日低调而怠慢半分，无需请示，直接废除修为，逐出师门。另外，神女养病乃是绝密，谁若敢多嘴半句，不用那位地阁大能再度降下法相，老夫亲自清理坟户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所有人眼中的天之娇女。对于这位空降的神女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一直较着劲。凭什么她不需要努力就能拥有一切？可今天，那个恐怖黑衣人的出现，像是一记重锤，把我那点可笑的极地心砸得粉碎。人家根本不是跟我一个赛道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跟你比了，好不好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跟你比了，好不好？听说神女有着东青域第一美人的称号，虽然只是传言，但看着轮廓，面纱已经脏了，黏糊糊的贴在脸上，肯定不舒服吧？作为同门师师妹，我有义务照顾好病号，对吧？既然要照顾，那帮她清洗一下面纱，只是顺便看一眼真容，不过分吧？对不起，那个神女殿下，我只是想帮你。那个，既然您醒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对了，长老们说，如果您醒了，有时间请去长老殿一趟。他们说想请您喝茶。丁，检测到天命之女叶倾城产生极度羞涩紧张情绪，气运值加150。我就抓了他一下手，也没干嘛呀，至于脸红成那样吗？现在的女孩子脸皮都这么薄的？长老们要见我，那帮老狐狸肯定是看了刚才那场戏，想来探探虚实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反正我现在有神女这层虎皮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他们。系统特殊转盘3连抽，最好来个货真价实的木天灵根或者花灵根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特殊体质太上忘情琉璃体，极品破金丹成衣。太上忘情琉璃体，此乃传说中只有断绝七情六欲、心如止水的无上仙人才能觉醒的体质。效果1，宿主周身将自带生人勿近、高冷禁欲的气场，凡人视之自惭形秽，修士视之如见谪仙。效果2，灵气储量扩称，宿主丹田将化为无底洞，灵气是常人100倍以上。效果3，宿主可自由选择是否突破境界。负面效果，由于你的底子太好，导致你从筑基期开始，每次突破境界的难度都会不断增加。好家伙，这是硬逼着我在装神女的路上越走越远啊！有了这个体质，哪怕我心里在算计着怎么坑钱，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副悲天悯人的神女模样，简直是炸界哦不，是历练红尘的必备神器。刚给了我一颗金丹破元婴的，现在又来一颗筑基破金丹的，我找茬都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那个
宿主，这说明您未来可期嘛，而且极品丹药很值钱的。系统，你刚才说这个体质会让我灵力储备变大，但我可以自由控制是否突破，对吧？是的。那如果我一直卡在炼气期不突破，拼命攒钱，把所有资源都换成灵石，然后一口气抽他个180个高品质护卫，这时候这群高品质护卫的等级应该是对应我现在的炼气期，对吧？理论上是这样。然后我再利用体质特性攒够突破丹，一口气从炼气连跳筑基金丹，甚至元婴，那我的这几百个手下岂不是也会跟着我瞬间连跳好几个大境界？你是魔鬼吗？别的宿主都是被系统压榨，怎么到我这儿就反过来了？你这是在卡 bug， 你这是恶意好友苗，我要报警抓你呀！既然发现了这个漏洞，那目标就明确了，不突破，至少在抽到护卫之前不突破，在攒够一个完整家族之前，谁也别想逼我速胜。你个混蛋！我诅咒你，诅咒你下次失联全是白光！而且2级角色卡天赋不高，撑死只能练到化神巅峰，想要提高上限就只能用升级卡。化神巅峰怎么了？在东青域，化神期那就是一方一流势力的掌权者。我要是能拉出来一个连的化神期保安团，以后出门是不是得横着走？融合太上忘情琉璃体，这脸色是不是太白了点儿？活脱脱一个虽然我下一秒就要断气，但我依然能一指头碾死你的病娇神女，不愧是特殊体质。嚯，地阶上品的异宝，足以戈壁炼虚期以下的神识探查。看来那死鬼老祖虽然穷，但为了元皇，那是真舍得下血本啊！怪惨喽，继承其因果，便得圆其谎言。那是一种不容直视的神圣与疏离。这是道运。谢神女点化。宿主，你现在就是一棵行走的人形悟道树加极品大药。你的气息、你的血液，甚至是你摸过的东西，对于低阶修士来说，都带有某种道运。通俗点说，你现在就是个魅魔，不是圣洁版的唐僧肉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宿主你可自由操控是否释放。人形唐僧肉，那岂不是谁都想上来咬我一口？放心，有那个生人勿近的气场在，加上你刚才那一波护卫震慑，给他们100个胆子也不敢把你炖了，只会把你供起来当吉祥物摆。神女日安，神女日安。茶不错，一看就很贵。这杯茶能值多少灵石呢？果然，神女殿下在族里喝的肯定都是仙露琼液，这种凡俗的悟道茶，简直就是漱口水都不如。神女殿下，其实咱们两家那是世交啊。当年贵宗的老祖，也就是带您请您回来的那位，与我不成器的师尊，那可是过命的交情，曾一同闯荡过秘境。那是你们的事，我对这种陈年往事不感兴趣。是，殿下教训的是，方才之事确实是我等管教不严，惊扰了殿下清修。只是恕老夫冒昧，心中实在好奇的紧，不知殿下来自无名小卒，不足挂齿。当然，你们若是真的好奇，大可以派人去查，或者继续追问。只不过
我不保证，若是哪天我玩腻了离开此地，族里几个脾气不好的老头子突然想派人搜遍整个域的魂，若是因此导致整个东青域沉沦，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事。不敢，绝对不敢！殿下折杀我也！借老夫10000个胆子，也不敢探听殿下的家事啊！殿下，今日我冒犯了您，这是我万剑宗的一点心意，里面有3把地阶中品令箭，2件地阶防御宝物，还我要灵剑法宝，统统拿来换灵石！按照流程，我应该先嫌弃的贬低一番，然后他才会害怕的求着我收下，最后再假装勉强的收下，做出一副我也不想这样的样子。苏是，我是个笨蛋，我该死！我怎么敢用这些俗物玷污你的眼睛？我马上把它们收起来。不是，我就客气一下喂，咱们成年人的世界不都讲究个3次3让吗？你倒是再坚持一下啊！我是装神女，我又不是真神仙，这些俗物我真的很想要啊！不愧是神女殿下，视金钱如粪土，视珍宝如瓦砾，这等超然物外的心境，实在令我等羞愧啊！是啊，这时候把那点微薄的灵石拿出来，岂不是用铜臭味玷辱了女神的高洁灵魂？收起来，快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！宿主，这就是装逼的代价，让你装，让你3次3让。剑修要是懂这些东西，那就不叫剑修了。煮熟的鸭子全飞了，那少说是几千万灵石啊！我的天哪！下不为例。多谢神女宽宏大量，多谢神女。只要我不说话，眼泪就不会掉下来。我真的一点也不哭，一点也不累，真的。神女殿下，方才之事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。神女既然是上方家族来此，之前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说吧，你们如此兴师动众，不仅仅是为了探掉的家事吧？神女殿下明鉴，实在是道宫如今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。东青域4大顶级宗门，咱们道宫自从老祖陨落，若再不出一位炼虚坐镇，别说顶级势力，恐怕连一流都保不住。如今全靠万剑宗这位盟友撑着，但他家老祖还常年必死关。若神女殿下不嫌弃，整个太上道宫愿奉神女家族为主。虽知殿下看不上我等俗物，但我等愿做神女在东青域的马前卒。好家伙，这是想抢先一步啊！万剑宗也一样，愿为使女殿下马首是瞻。神女殿下，俺们万剑宗也难啊！俺们老祖也就是初入炼虚，当初也是靠着太上道宫炼虚中期的老祖庇护，才侥幸突破成功。如今那什么血煞门和天一阁又有大能突破到了炼虚中期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只要能报上，只要能得到神女家族的一点庇护，以后神女指哪挨我们打哪。好家伙，这帮老头子滑灰的如此丝滑，要是收了这2个庞然大物当小弟，听起来很爽。但万一这2家真遇上什么硬茬子，让我叫人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殿下，我知道像您这种身份，可能看不上我们这些穷乡僻壤的小势力，但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您在东青域养病，总得有人跑腿办事吧？而且再过半个月，便是全域大比。全域会武？正是，这是东青域每30年一次的盛会，届时不仅4大宗门的天骄，甚至无数散修妖孽都会齐聚一台，这是挑选苗子、展示实力的最好机会。若殿下同意，
我等愿在大比之日，当着群雄的面，正式宣布归属神女麾下。30年一次，散修妖孽，这可是网文界的经典保留节目啊！什么废柴逆袭、装逼搭脸、退婚留主角一鸣惊人，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原书里那个令我作呕的种马男主，也就是在这个大比上正式露面，并且跟叶倾城有了第一次所谓的邂逅。龙傲天流，什么真命天子，说白了就是个靠着外挂到处发情的种马。叶倾城作为正宫，在原著里被男主死缠烂打，最后修为尽废，成了后宫里一个花瓶。既然我穿书了，还拿了个神女剧本，那这全域大回我还真得去凑凑热闹。你想开后宫？行啊，本神女把你的鱼塘都给炸了，看你怎么养鱼。既然如此，半月后我会去看个热闹。恭送神女殿下。搞钱。唉，这是的，想当个安静的美女子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实在不行，就只能再去长老殿那边找个由头要点了。何事？我有东西要给你，是长老们让我转交给您的。长老们说，这只是他们的一点心意，若是殿下不收，他们怕是要睡不着觉了。哦，长老送的。刚才在大殿上，那帮老头子被我那句俗物吓得连储物袋都不敢掏，恨不得把手剁了。这会儿让他转交，这借口找的也就只能骗骗3岁小孩了。这真的是长老们的一点心意。长老们说神女殿下刚来没多久，神女宫里可能缺些日常用度，所以……不错，有进步，勉强可以骗3岁小孩了。好家伙，这就是正宫女主的私房钱吗？这傻姑娘不会直接把自己的戒指给我了吧？分明是怕伤我面子，才编了这么个蹩脚的理由。神女殿下会收吗？那些天材地宝虽然珍贵，但在神女这种出自隐士古族的大小姐眼里，恐怕跟路边的野草没什么区别吧？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用垃圾侮辱她？既然是长辈的意思，我从不欠人情，也不喜欢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。拿着。神女，你拿错了吧？那些灵草对我而言并无区别，那些草根树皮占地方，你自己留着吧。草根、树皮，那是千年血山，那是起死回生的万年灵芝。在你眼里，它们只是用来种的草根树皮，这就是隐士古族的底蕴吗？难道说神女肯定是一眼就看出了这些灵药是我辛苦攒下的家底，知道对我修行至关重要，她不收灵药是不想断了我的修行之路，而她之所以收下那些灵石，仅仅是为了让我心安，照顾我的情绪，让我不至于太难堪吧。多么温柔的神女啊！明明身怀重病，明明高高在上，却能如此细心地体察一个小小同门的情绪，不仅没有嫌弃我这点微薄的家当，反而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维护了我的尊严。冰，检测到天命之女叶倾城自我攻略成功，产生极度感动崇拜情绪，气运值加300。傻姑娘，我是真缺钱啊！灵药变现太麻烦，这几千中品灵质才是实打实的现金流，够我抽几10次终极卡池了。神，心意尚可，若你愿意，往后唤我名字便好，不用一口一个神女，听着烦。原来这才是隐士带族的小姐吗？视金钱如粪土，待人却如此赤诚。婉莹姐，我的极品剑灵蛋，祖宗，你一定要保佑那傻姑娘，别把她当糖枣吃了。算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有了叶丫头这个超级提款机，以后还怕没有极品丹药？走，摆驾回宫。这波本姑娘有钱了，我要抽到手软。加上这几千枚中品灵石，还有刚才叶星辰贡献的气运值，
系统，我要10连抽！等等，我把极品结阴丹给了叶倾城，那往后抽出来的那些极品丹药，我要怎么出手？总不能每个人都送1颗吧？那我岂不是成了散财童子？如果当务之急，还是先抽奖，3000多枚中品灵石，按汇率，那就是30多万下品灵石。虽然离那些真正的大佬还差得远，但在新手村，这也算是一笔巨款了吧？终极10连能抽3次，加上气运值，特殊卡池也能来3发。光杆司令的日子一天也不想过了，必须要抽到常驻护卫。系统，给我梭哈，先来3次终极卡库10连抽，别给本小娘整虚的，给我出货。好嘞，老板大气，老板身体健康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中品聚气丹10枚，上品筑基丹1枚。不要跟我搞这套，我要的是人，我要的是保镖。丁，恭喜获得特殊道具终极法器提升卡乘1，极品8转还魂丹乘1。8转还魂丹，哪怕只剩一口气，炼凝期以下都能强行奶回来，好东西，这是第2条命。丁，保底触发，恭喜获得2级人物卡玄格暗卫玄2和玄格暗卫玄3。出了，还是一次2张。化神初期够用了，在东青域，只要不遇到那几个顶级势力的高层，横着走问题不大。菩萨，不，但凡是个神仙都过来保佑一下，一定要出资，一定要出金。丁，恭喜获得连步轻移特效技能中阶神器升级卡乘11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 SSR 加级角色叶清雪。此中带金 SR 化神巅峰。系统，这不对吧？怎么 SR 加级别的准天阁成员只有化神巅峰？宿主，这就是你不懂了。叶清雪是常驻卡，可以成长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宿主你是不是忘了你那个主仆同生卡了？炼虚，懂了，这波是养成系。升级，给我叠满。天阶下品幻月面纱，除非合体期亲至贴脸用神石冲刷，否则无人能看穿佩戴者真容与修为。完美。以后出门脚不沾地，步步生莲，谁还敢说我是因为无法御剑才走路的？哼！出来吧，我的保安团！属下玄2玄3参见小姐。私下里不必这样，你们2人隐匿于暗处，守在神女宫外，除了我的命令，谁来都不见。是。哼！召唤叶清雪。清雪，见过主人。在私下里，我不喜欢那些繁文礼节，以后没人的时候换我婉莹便好。是婉莹。炼气巅峰卡了久，也是时候体验一下修仙的快乐了。丁，恭喜宿主突破至筑基初期，主仆同生卡发动。这是这是有人突破神女宫方向，这气息像是剑修。仅仅是一次小小的突破，就能带着身边人跨越如此大的鸿沟，跟随这样的主人，或许是我此生最大的机缘。这就是筑基期，这就是修仙，爽！恭喜婉莹，神功大成。清雪请起。成了，练77打手，
搞定。以后在这个东青域，基本可以横着走了。清雪姐姐，收拾东西，趁着那帮老头子还没哭着喊着来抱大腿，咱们溜。婉莹，你觉得外面这些人很吵吗？要不我去把他们都清了。别，千万别！清雪姐姐，我们要以德服人，杀戮太重有伤天和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出去游山玩水，历练红尘的，要低调。低调，我懂了。那我们现在走后门不行，翻墙也不行，外面围得水泄不通。婉莹，我们可以走这边，定向空间缝大概能传送到千里之外，不会惊动任何人。这就是炼虚期吗？出门都不用坐车，直接撕空间，爱了爱了，走。公主，身为化神后期的修士，莫要多言。我从这参与中竟窥见一方未曾触及的领域，空间法则，返虚归真，炼虚境。此前听闻万剑宗来访时，神女身侧曾现身一位炼虚级法相，本座只当是你们夸大其词。如今看来，竟是真的。应该不是同一人，估摸着是神女殿下的侍女。侍女？你管这种一剑能把太上道宫削平的存在叫侍女？老夫修道2000载，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才勉强踏足化神后期。结果自家神女的侍卫卞允起步就是炼虚，那神女呢？神女什么修为？不知道，看不透，完全看不透，感觉就像个凡人，但又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。废话，能把炼虚当侍女使唤的，能是凡人吗？那是返璞归真，这就是我太上道宫的机缘啊！真应了老祖那句话：得此女，道宫当兴一纪元。快看，神女留字了！好一个贤友，身负尘歌却不困于一语，底蕴通天却只道寻常。或许在我等眼中，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离宗出走，但在神女眼中，不过是静极思动，去红尘中走一遭罢了。没错没错，我们也这样认为。传令下去，神女再次闭关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今日之事烂在肚子里，谁若泄露半句，以判宗罪论处。谁在骂我？到了，在我眼中，那哪里是什么城池，分明是一座巨大的聚宝盆。婉言，我们此行先去何处？手里有些闲置的丹药，先去换些趁手的盘缠。那我们进去是直接抢，直接找那家最大的商会吗？嘘，说了多少遍，我们是文明人，抢劫那是魔修干的事儿，我们是合理利用资源。先去百宝阁。唉，1分钱难倒英雄汉，堂堂神女竟要为10块下品灵石的入城费精打细算。检测到标准反派龙桃登场，根据系统推演，前方马车主人后续将对一女子进行低俗嘲讽与调戏，随后引来附近气运之子出手英雄救美，被打脸并爆出全部身家。被打脸爆金币，这种大势力出来的龙套肯定富得流油。既然注定要被爆金币，这肥水怎能流了外人田？按照传统套路，我现在应该低调站着挨骂，等反派把逼装完，然后来个漫长的扮猪吃老虎式打脸。但我穆婉莹实在嫌这种套路太墨迹。我堂堂太上道宫神女，背景通天的隐士大小姐，还在这陪你过学家子。大少爷驾到，猛攻闪开！清雪，让他安静点。
踢到今天铁板了，这绝对是大族出来的核心传人。赔礼！这是小的惊扰仙子的赔礼，都愣着干什么？把东西全交出来，全交给仙子赔罪。无趣。少爷，要通知城主报仇吗？报你大爷！这种级别的存在，你让叔叔来送死吗？去禀告叔叔和老祖，让他们小心为上，千万别去招惹这两人。下品灵石17万，中品灵石1100，竟还有一枚上品灵石。看来他背后那位城主叔叔平日里没少搜刮民脂民膏。婉莹，方才为何不让我直接杀了他？这种仗势欺人的蝼蚁，留着也是祸害。杀了他容易，但他背后牵扯的因果线断了就可惜了。按照修仙网文铁律，打了小的，必然会引出老的。那天罗城主若是个聪明人，或许会送礼赔罪；若是个护短的蠢货，那便是下一只更肥的羊。这就叫可持续性，竭泽鱼鱼。而且清雪姐姐，你猜，那王腾作为龙套，居然能直接提供0.5气运值，这说明他在这一方天地的剧本里有戏份。有这种标准无脑反派出现的地方，方圆10里之内必定潜伏着一个天命之子。这种角色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给主角打脸。若现在杀了他，那个还没露面的主角怎么升级？他不升级，我以后怎么薅他的羊毛？果然，婉莹智慧深不可测。正愁手里那些高阶丹药没有合适的渠道变现，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。走，清雪姐姐，我们也去凑个热闹。好，婉莹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清雪姐姐，这路还要走多远呀？脚都有点酸了。婉宁若是累了，我可以背你。哎，别，我就随口一说，没那么娇气。只要姐姐让我挽着就好了。好，姐姐身上好香啊，比那些极品丹药还好闻，让人想一直赖着不走。婉年若是喜欢，以后我不用剑气护使便是。傻姐姐，护体还是要护的，万一被人偷袭了怎么办？我就随口夸夸，你不用这么当真的。你的每一句话我都当真。啊！走吧，清雪，去看看这天蓝城的销金窟到底有没有好货色。是。我说，你小子到底有完没完？让你来是观察百宝阁动向、卖丹药的，不是让你来眼望其实的。丹老，你说他会来吗？像他那种仙子般的人物，应该也会对这种拍卖会感兴趣吧？来不来关你屁事儿！我都跟你说了800遍了，人家那是9天之上的皇，你现在就是个还在玩泥巴的小土鸡。怎么不关我事儿？他明明专门看了我一眼，我能感觉到他眼神里面的深意。人家那是看你像个傻子站在那儿流口水，觉得稀奇才看了一眼。不可能，我的直觉很准的，那就是一种缘分，一种宿命的羁绊。小凡啊，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你所谓的绝世美人，脱去了那层皮囊，里面也不过是206块骨头。当你达到老夫这个境界，就会明白，美色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唯有大道才是永恒。丹老，照你这么说，人死了都是一副骨架子，那我现在趁他还活着，还长得好看的时候喜欢他，这岂不是相当于提前投资了以极具收藏价值的绝美标本？毁灭吧，赶紧的。丹老，丹老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是被我的悟性震惊到了？是他，他真的来了！没救了，彻底没救了。这位仙子，不知这张请帖从何？会客大驾，有失远迎。鄙人姓钱，
乃此间管事，两位贵客大驾光临，是小店的荣幸。2楼雅间早就备好了，请。多谢仙子，多谢仙子。去，哪来的野兽？你往哪儿钻呢？这是贵宾通道，你有请柬吗？我有请柬，是拍卖寄售方给我的。寄售方？就你能有什么好东西寄售？不会是那种没人要的下品大力丸吧？这脸要是让你自己打，我的气运值去哪儿赚？钱管事，仙子有何吩咐？我不喜照嘴。是，饶了仙子清静，我这就让人把那个不知好歹的穷小子打断腿。让他进来。这难道他是仙子的故人？不识，只是觉得百宝阁既然开门做生意，便不该让那双看人的眼睛长在仪容上。混账东西，没听见贵客的话吗？还不快把人请进来！那是为我证明，在这个看人下菜碟的冷漠修仙界，竟然还有这样一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愿意为一个寒酸的散修说一句话。检测到气运之子萧凡产生感激仰慕情绪，自我脑补成功，气运值加50。这傻孩子真好骗啊！我只是想让你进来当个合格的托，顺便把你的药卖个高价，你怎么还感动上了呢？玄2、玄3，陆小哥，你们去一趟城主府，或者随便找几个王家的人，透露点消息给他们，就说百宝阁里混进了一只大肥羊，身怀异宝却无背景，就是那个穿着黑袍的小子，让他们在拍卖会结束后，在必经之路上埋伏。记住，只许伤人、抢劫，绝不可把人打死。属下领命。系统，趁着现在还没开始，17万下品灵神，1100中品灵神，通通给我梭哈！恭喜获得大力丸中品乘99，没有什么用的只服乘10，谢谢归令。这下品卡池果然全是坑。恭喜获得地阶中品法衣流云素裙，终极法器提升卡乘1，升级。晴雪姐姐过来，万一怎么了？这件衣服给你，给我？你身上这件虽然好看，但款式太旧了，快换上吧。婉莹，我换好了。婉莹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没有，姐姐没错。姐姐，以后换衣服这种事得避着点人，哪怕是我，也得提前说一声。女孩子的身子都是很宝贵的，不能随便让人看，知道吗？可是婉莹不是别人，我的命都是婉莹给的。那个姐姐，我们来说正事，请吩咐。刚才我让玄2他们去办的事，姐姐应该很好奇吧？确实不急。若婉言看那个黑袍人不顺眼，清雪可以一剑杀了他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别，千万别冲动，杀人是最下层的手段，尤其是对付这种身负大气运的人。你越是打压他，他反弹的越厉害，甚至可能临阵突破。既然不能杀，那就养着。薅、羊、毛、白月光是美人计吗？美人计太俗，只走肾不走心。真正的美人计是年少时的白月光，共经生死，绝境相依，惊鸿一瞥，求而不得。当执念生根，他便不再是那个不可一世的气运之子，而是甘愿为你献上一切底牌，奉上所有气运的傀儡。放心，演戏而已。婉莹想怎么做，我都支持。你是说，那个跟在面纱女子身后的女子都没动手，光是一个眼神，跺了跺脚，你们就全趴下了？是啊，老城主，属下好歹也是金丹后期，在那股威压面前，跟蚂蚁遇到大象似的，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。王兄，不用怀疑了，不动用灵力，纯靠神魂威压震碎金丹期膝盖骨，这手段元婴初期做不到，中期后期也够呛。你是说，那姑娘是元婴巅峰，甚至是化神？王兄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你我想想，能让这种级别的强者心甘情愿当护卫，甚至只是充当一个拎包的护道者角色，那位蒙着面的正主得是什么来头？这等庞然大物，别说咱们天蓝城，
就是放眼整个东清域，那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啊！王腾这个小畜生，老夫平然惯着他，结果他给我惹了个能让全族消消乐的祖宗回来。王兄，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，那两位可就在我百宝阁坐着呢，趁着还没酿成大祸，赶紧过去赔罪。走，去把库房里那株万年血珊瑚拿上，再把王腾那个小崽子绑了，咱们负荆请罪去。两位，这么急，是打算去哪儿啊？化神，货真价实的化神期大能，而且是2尊。前辈，晚辈不知尊驾降临，若有冲撞，愿倾一城之底愿赔罪。愿亮天瑶城之物力，只求前辈开恩。我家小姐有令，请两位多多配合。也没什么大事，主上今日雅兴尚可，欲在这天蓝城看一出戏。百宝阁中混入了一只肥羊，一个黑袍散修，身怀异宝却无背景。主上的意思是，拍卖会散场后，你们只需做回这天漫城的本分，劫财惊人，让他知晓这修仙界的一步一杀机。但有一点，只可伤其筋骨，不可断其生机。若那小子少了一口气，那天蓝城便也没必要存在。老钱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这分明是那位大小姐拿咱们当磨刀石、当黑手套使唤。没错，这是机会，天大的机缘。那位小姐既然愿意用我们，说明我们还有价值。能把化神期当狗使唤的家族，指缝里露出来一点昌水，也够咱们吃饱喝足了。快，传令，把城卫军里那几个手上最脏的给我挑出来，还有让王腾那个逆子滚过来，这次让他带队。告诉他，这次若出差池，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给那位助兴。诸位，欢迎来到百宝阁年度拍卖会。今日我们可是准备了不少压轴的好东西哦。3瓶上品筑基液，起拍价300中品灵石。10枚上品灵石。那位神秘贵人都出手了，这东西绝对暗藏玄机，贵人法眼如炬，定然不凡。1000中品灵石，1500，老夫正缺此物为列土筑基。嘿嘿，少来，你那徒弟都金丹了，你分明是想借此物与那雅间贵人结个善缘。又是他，城门外一言退敌，此时又慧眼识珠，世人皆笑我无名野修，唯有他不问出身，甚至无需查验，便给出了这一锤定音的认可。你看姐姐，这就是名人效应，世人逐利亦逐名。我不过随口一句，便胜过这少年百般口舌，捧得越高，摔得越重。待他怀揣巨富走出这百宝阁，天蓝城的豺狼们怕是都要坐不住了。接下来，本次拍卖会的压轴之物，8000年雷击木，起拍价3000中品灵石。仙子有何吩咐？可是看上了那雷击木？此物罢了，我又不是收破烂的，亲一亲。仙子，这些都要处理？怎么，百宝阁不收？收，当然收。只是这数量巨大且品质非凡，小人粗略估算，起码价值4、5千中品灵石。停！本宫出售这些小玩意儿，只是想知道凭借自己的能力能赚多少而已。而且，你不觉得带着那么多零碎灵石在身上很重也很脏吗？脏！修仙界的硬通货中品灵石，在他眼里是脏的。本宫最低只收上品灵石，我这人有洁癖，不喜繁琐。没困难，绝对没困难。仙子，这是分部所有的上品灵石库存，一共100枚。不错。那个黑袍小子的事，别忘了。仙子放心，发财了！这波真的发财了，100上品灵石啊！把系统那堆垃圾废物利用换来的，开心就好。走，找个地方看戏去。那只肥羊也该出栏了。丹老，我有钱了，3000多中品灵石，这下不仅能买修复灵魂的药材，还能换个好点的丹炉。确实没想到你那几瓶筑基液能拍出天价。那位姑娘虽然行事诡异，但对你也算有再造之恩了。是吧？我就说他是好人，以后若有机会，一定要当面道谢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婉莹，那边的人也动了。系统说的对，得等他从天堂跌到地狱，我再神兵天降，效果才最大化。清雪姐姐，
借你的剑一用，顺便再陪玄二、玄三演场戏。这把剑送给那个傻大个，经过姐姐的手，他就会变成前辈高人赐予的蒙尘神兵。等会儿你别露面，用剑气裹这把剑，在关键时刻丢给他，要让他觉得这是他在绝境中爆发的潜能。好，上！王腾，是我打断他的四肢，把他的储物袋抢过来。3000块中品灵石，我全部都拿回来了。给本少爷把他另一只手也废了。这剑气，小子，这是有高人在暗中助你。这怎么可能？有点邪门，但在绝对实力面前，外物终究是外物。是他！我让你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极限。我没有，确实没用。握着我的剑，却连几条看门狗都杀不进。我的剑，果然是你。不过，既然剑选了你，我也懒得收回。清雪，捡起来，我不缺这一柜。恩人，为什么？我萧凡不过是个被家族遗弃、被未婚妻退婚的废物，全程都在笑话我。您这样的云端人物，为何要帮我3次？想，还想我？想谁？你似我一位故人。故人？编的，刚编的。本神女初来乍到，哪儿来的故人？这把剑暂借于你，剑中有一式斩天，现在的你还不配用。等你什么时候能让这把剑真正开刃，那时再来太上道宫找我。太上道宫？故人吗？不管我是谁的替身，我也一定会去。一定会让你不再偷着我看别人，而是正眼看我萧凡。完了，这孩子彻底沦陷了。3、3、3、2、3、1，做戏做全套。该挡刀的时候得挡刀，筒子给我加特效，最炫的那种。得令，新手特价版毁天灭地炼虚1级特效包，已自动贷款100上品灵石，利息1天10%。多少？算了，来不及讨价还价了。这一期别说咱俩，整个天蓝城也得成灰。小姐，别怕，有我在，这回我不会再弄丢你了。不，丹老，救他，救他！来不及了，小子，别白费他的苦心，走！快走！恩人，若你能活下来，便来寻我。别装了，气运之子已经到下界了，累死老娘了。行了，别摆了，手不酸吗？你这10%的利息，干脆去抢得了。属下该死，让小姐受累了。婉莹演得真好，我都差点信了。演戏嘛。检测到气运之子萧凡产生灵魂暴击、感动、悔恨、爱慕，气运值加1000；检测到老爷爷丹老产生极度震撼与脑补，气运值加50。1000多点气运值，等那小子几年后从下界杀回来，看到我的表情。天蓝城前城主王震，百宝阁分河主钱通，拜见仙子，拜见诸位大人。两位的消息倒是灵通。仙子恕罪，都是老朽管教无方，这是一点心意，还请仙子笑纳。清雪，管好你们的人。今晚若不是本宫的护道者拦下了那位地阁的叛徒，你们这小小的天蓝城，恐怕连灰都不会剩下。谢谢仙人，救了全城，仙人保重。等等，宝物呢？1000年灵草呢？就这点上品灵石？我的万年药，我的顶级矿石，这就是装酷的代价吗？系统，还钱！先来高级3连抽，给我转运！恭喜宿主获得化神级保镖团吃8，获得1品灵宠幻灵兔乘1，8个化神级保镖团，再来，全部梭哈！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超级无敌豪华大礼包，奖励内容非洲1艘 S2 级角色卡2张，破镜丹1枚，以及免广告特权。我现在筑基初期，吃了破镜丹就是筑基中期，那清雪姐姐又能突破到炼虚中期。清雪，我在，过来，剑给我。
天阶下品，霜寒9周已修复。我看这把剑之前受过伤，有点心疼，就帮你修了一下。这把剑，我以为此生都无法修复了，仅仅是因为婉染一句有点心疼。婉言，谢谢。傻姐姐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出来吧，我的梦幻天团！属下参见小姐。第5、第7选2，你们3个带人，立刻去周围探查布控。是。姐姐，帮我看着点门，我要升级了。恭喜宿主突破至筑基中期，主仆同生卡触发，瞬间化身巅峰，从练习初期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以我们现在的配置，在东青域横着走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如果只是东青域的本土修士，横着走确实没问题。就算你竖着走或者滚着走，他们也得让路。滚就不必了。典型狗道流主角，主打一个稳健，最大爱好扮猪吃老虎。走，清雪，下去喝杯茶。诸位，长夜漫漫，干坐无聊，小弟不才，给诸位讲一段仙尊的100种死法解解闷儿，如何？慎言，她身后那复剑侍女，一眼便让我神魂刺痛。不可测，不可视，大恐怖，这绝对不能跟他产生任何交集。我家小姐让你接着讲。既是仙子雅兴，小生便献丑了。那龙仙尊入上古秘境，因九龙车宝光太梦惊扰了守护凶兽，一口便被连人带车吞入腹中，故而古人云：大道至简，批鹤怀玉方为真。那说书人讲的至简的道理，仙子这是在以此时明志，赞同此理，此乃高人风范。小生多谢仙子赐宝。走。真的只是一块普通灵石，没毒没追踪没诅咒，这就更没道理了。我现在的身份是落魄说书人，筑基初期，他图我什么？图我不洗澡，图我年纪大，懂了。他那种境界早已超脱物欲，上品灵石在他眼里就跟路边石头没两样。他给我灵石，是因为赞赏我的狗道理念，不愧是太上忘情的仙子，连施舍都这么有格调。大不了这软饭我吃了，只要能报仇，别说软饭，就是这仙子想让我当男宠，我也得先看看能不能吸干他。化神期来了6个，元婴巅峰20多个，连太上道宫大长老和万剑宗陈长老都来了。清雪，你说这帮老头子看到咱们也在，会是啥表情？若是婉瑜不想看见他们，我可以让他们在秘境门口睡一觉。低调低调，咱们是来历练的，不是来清场的。背靠悬崖，前有巨石，左有灌木，右有暗河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一旦冲突，我跳暗河，水动千里。这就是狗道中人的智慧。这位置确实不错，风水极佳。是你？本只是觉得这里清静，想来躲个懒，没想到遇到了熟人。既然仙女喜欢这风水宝地，小生不打扰了，这就走。道友请留步。仙女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小生一穷二白啊，难道您后悔了要把灵石要回去？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给出去的东西，本宫从不收回。本宫只是觉得这秘境里人多眼杂，身边缺个端茶递水、讲笑话解闷的人。我看你阅历颇丰，要修为有稳健，要用处有稳健，长得也挺稳健喜庆，不如委屈道主陪本宫走一趟。仙子，小生只有筑基初期，进去就是送死。没事，我这护道者脾气不太好，你要是不去，现在就能死。仙子既然看得上我，那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能为仙子效力是我的荣幸。仙子请。孺子可教。哦孽呀！我这一辈子信奉低调做人，闷声发财，现在成了全场最靓的3的跟班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卡颜局。有点意思。二供奉，你看得出那女子的深浅吗？少主，我看不透他们。那绿袍护卫，修为恐不在我之下。怎么，赵少主春心萌动了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些所谓的天才，还有那个神门秘境，都将成为我主的养分。什么人竟敢闯我万剑宗秘境？大胆！这不是那位拿炼虚大能当奴仆使唤的小祖宗吗？拜见穆小姐。
不知小姐驾临，老朽有失远迎。化神级的大能就这么贵了？这仙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起来吧。那小姐此番前来，也是为了看小辈们进秘境。看戏有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太久没有动过手了，手生得很。这一次自然是想亲自进去体验一番。小姐不可，万万不可！这青云秘境有天地法则限制，只有古龄50岁以下的修士才能进入，超过便会被规则之力绞杀。50？这门槛高吗？我的古龄还没到20，应该不用担心被杀吧？什么？你还没到20？20不到，我20岁的时候还在玩泥巴呢。不到20岁，哪怕天赋再妖孽，撑死金丹初期，只要不是老妖怪，这绝色美人未必不能成为我的笼中雀。好极了，不到20岁的古灵，这具肉身简直是最完美的容器。真的不到20岁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妖孽？20岁这种心境，这种手段，这种视万物如草芥的眼神，我身为狗道中人，心态已经够稳了，但跟这位一比，简直就是个玩泥巴的小屁孩。唉，清雪，我想吃葡萄了。是，看到没？那份从容，真是神女做派啊！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这波好像又让我装到了。只要我足够淡定，那尴尬和震惊的就是别人。二供奉，把我天一阁那件宝贝亮出来吧。既然万教盟和太上道宫如此寒酸，那作为未来的东域之主，我天一阁总得要给诸位看点像样的东西。那是天阶飞轴！哇，天一阁居然搞到了这种宝贝，这可是只有合体级势力才能拥有的战略资源啊！虽然看起来有点旧，但这威压绝对错不了。天一阁是真的要起飞了。这位仙子，正好现在距离秘境开启还有1个时辰，此处风沙大，也没个歇脚的地方，不知仙子可愿赏脸，以步到在下这艘比较简陋的飞舟上，喝杯热茶，观览一下这附近的河山。唉，也就是个半成品，比不得那些真正的天阶法宝，让仙子见笑了。真他妈是个极品伪君子，这味儿太冲了。这哪里是请人喝茶，分明是想把人骗上船。确实挺简陋的。简陋？这特妈妈可是半步天阶，是整个东青域都找不出第2艘的宝贝，在这女人嘴里就成了简陋。你装什么清高？等会儿落到本少爷手里，看我不把你玩残废！5点，几个化神老怪被我震慑，也就贡献了5点。这货心里到底想了些什么肮脏龌龊的东西，才能单纯靠意淫就贡献出5点？恶心！原本还打算利用第5、第7去跟天一阁搞个假意合作，现在看来没必要。跟这种人合作，哪怕是假的，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活路了。赵公子在看什么呢？等什么人吗？耐心点，长老，我的朋友们很快就到，他们的脾气有点不太好，希望你不要被吓到。各位稍安勿躁，不过是远方的几位老友不喜欢俗礼，行事自由了些，望诸位海涵。撕裂空间，还破了4大宗门的禁制，这是什么级别的力量？天一阁居然还有这种强援！完了完了，这下天一阁真的要一家独大了！仙子，看来在下的几位挚友到了，他们虽然行事低调，但这排场确实大了些，还望仙子莫怪。这灵牙是完整的天阶，这等座驾，即便在大域顶级势力里，也足以作为镇族之宝。天一们究竟攀上了何等高枝？诸位道友远道而来，赵某，属下来迟，惊扰了小姐雅兴，请小姐责罚。整整8个化神，对着一个不满20的小姑娘下跪，小姐，6尊化神中期，还有2尊看不透。这哪里是什么待宰的羔羊，这分明是一头披着羊皮的太古凶兽！这不可能！我的底牌居然是那个女人的下人，
事情办完了。回小姐，已清理干净。对了，赵少主，你刚才说你的朋友也要来，不知道你的朋友在哪儿呢？本宫倒是想见识见识。朋友哪还有什么朋友？原来从小丑到大腿，只有这一跪的距离。既是简陋之物，便莫要拿出来丢人现眼，污了这落霞山上的景致。这才是生活啊！这要是让我回去住那个漏风的破洞府，估计得当场抑郁。私底下不必如此。小姐，属下二人方才动用秘法，潜入那青云秘境的外围缝隙，探查了一番。有发现？是，这秘境看似灵气盎然，实则内里藏着一股极为隐晦却又令人作呕的血腥气。这股气息在半个时辰前达到顶峰，随后像是被人刻意抹去一般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属下推测，这是邪修借尸还魂或者祭炼血石的前兆。果然，一般来说，这种大型副本开启，不是里面关着个老怪物想夺舍，就是有邪修势力想把这一届的天骄一锅端了。联想到高台上那个总是盯着年轻弟子流口水的血煞门长老，逻辑闭环了。看来这个秘境不是寻宝，而是大逃杀。他们的实力如何？他们的气息驳杂且极其微弱，如果完全恢复，或许有半步融灵的实力，但受秘境法则限制，以及刚刚苏醒的状态，最多也就是化形后期到巅峰之间。表面上看差不多，但要是真碰上那种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，绝对不够稳妥。想要无伤通关，风险很大。作为一名合格的幕后黑手，怎么能让自己置身于险地？清雪，我在，帮我个忙。这是我之前带出来的加强版风灵符，你把你的剑气封进去，不需要那种毁天灭地的，只要能达到你随手一击的7、8成威力就行。多少？50？不，要是你能撑得住，100张也行，我不嫌弃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只要足材料，给我半小时。这就是安全感。手里捏着化神巅峰体验卡，兜里揣着100张炼虚剑气符，那什么狗屁邪修要是敢露头，本宫就把他头盖骨都给掀了。都下去准备吧，这次秘境我要把这地皮都给刮3层下来。是。赵舔柱，你个憨货，刚才要不是你非要去那个什么山洞探险，我们怎么会迟到？我那是寻宝，谁知道里面是灵蜂窝啊？闭嘴！婉莹姐来了，仙子请慢。你有事？叶圣女，借一步说话，这秘境有问题。综上，我推测这青云秘境实为一座祭坛，里面藏着复苏的邪祟，欲以我等修士气血为祭。你是说这青云秘境实为一座祭坛？既然知道是送死，你又这么惜命，怎么还没跑？虽然我奉行保命之道，但也不忍心看着诸位同门成为他人的口中食。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婉莹姐尚在局中，她那般身娇体弱、不染尘埃的神女，若是不慎落入那等污秽邪祟的算计之中，不管了！开上道宫叶倾城，有10万火急之士求见穆神女。倾城来了，坐。婉莹姐，此地不可久留。何出所言？方才那散修韩墨勘破天机，说这秘境并非传承之地，而是一处邪修的祭坛，地下藏着复苏的邪祟，欲以我等修士气血为祭，重塑魔躯。此时秘境未开，阵法未合，我们还有机会退走。说完了。婉言姐，这可是关乎生死的大恐怖啊！那邪祟若是苏醒，圣女多虑了。若是连区区几只藏在阴沟里见不得光的虫城都能称作大恐惧，那我家小姐这双脚怕是连门都不必出了。他们竟早已洞悉，且根本没放在眼里。凡人未果，菩萨未因，我穆婉莹这一生从未躲过。那邪祟觉得众生是祭品，是炉鼎资粮，欲借着滔天血气重回巅峰。可他若失小，此时此刻亦有人正站在云端，将他视作一块磨刀的顽石，一汪洗剑的污血。你说，究竟谁才是那笼中的雀，岸上的肉？仙路漫漫，本就是逆天争命，若遇险则退，遇难则避。这修的哪门子仙？求的什么长生？顺为凡，逆为仙，只在中间颠倒颠。我辈修士若是连这点直面恐惧的勇气都没有，又何谈叫这日月换新天？所谓修仙，修的不是趋吉避祸的算计，而是那颗无敌于世的道心。当你凝视深渊时，若你心有怯懦，深渊自是恐怖；可若你便是那深渊本身，这世间万般劫数，也不过是本宫裙边拂过的一粒微尘。
弹指可灭。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？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脚下。倾城，受教了。唉，一不小心又装了个大的。这种网文经典鸡汤，果然是忽悠土著的不二法宝。既然看得懂，那就睁大眼睛看好了。真正的玩家从不畏惧入场，因为这盘升棋局随时可以被掀翻。这些灵石我不能动，那是我的尊严，是这艘船的动力。如果花光了最后的积蓄，船在半路掉下去，我就成了东青玉最大的笑话。筒子，撒哈，什么？竟然出金了！恭喜宿主获得光系天灵根，恭喜宿主获得2级人物突破卡乘2，恭喜宿主获得现实召唤卡死士小队30人金丹巅峰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出 bug 了？你看我像是个好人吗？我这种人觉醒一个代表圣洁和善良的光灵根，你就不怕天道察觉不对劲，直接降个雷把我劈死？我刚才还在琢磨怎么把这群人坑得底裤都不剩，甚至还让清雪准备了100道剑气符，准备去里面大杀特杀。你给我觉醒个纯善灵格，这合适吗？宿主此言差矣，本系统主打的就是一个逆天而行，机操物六。想想你有修云玻璃体，自然高冷遥远，现在加上光根，那种圣凝纯粹，此本气化，嘿，这不是完美的白月光心魔。神特那白月光魅魔，以后就算你把天捅个窟窿，别人一看你这灵根，第一反应也是不可能，她这么善良，一定是天错了。一个合格的神女就要做幕后的执旗者，人前你是普度众生的白月光，人后你是坑杀天命的黑手。仔细一琢磨，好像有点道理。以后要是干了坏事，谁会怀疑一个拥有光系天灵根的活菩萨呢？行吧，融合。不错，这才有安全感。50岁以下，系统，你这是给我送了一支拆迁队啊！青云秘境有规则限制，50岁以上进不去。那群天骄能在这个年纪修到金丹初期中期，就已经尾巴翘上天了。金丹巅峰，那是各宗首席弟子的配置。我现在有整整30个，正好人手不够的问题解决了。是时候再去给那群天骄们一点点隐世古族的震撼。不是哥们儿，又来，这他妈还有完没完了？撕裂虚空，难不成又是天阶非洲？这小小的冬青玉，什么时候合体级势力遍地走了？肉身渡虚，是炼虚，如假包换的炼虚。后面那30人只有金丹巅峰吗？还好还好，只要不是化神就好。不，看他们的骨龄，这30个人，他们的骨龄全都在50岁以下。什么？50岁以下的金丹巅峰，那可是只有圣子和圣主才能享受的待遇啊！一下来30个，这是批发吗？第7军团团长率30族亲拜见小姐。见过小姐。化神期的团长还有30个天才，这家族的势力到底有多深？请小姐恕罪，主序列的长老们都在闭关，我只能临时从旁脉中抽调这些弟子来凑数。这批资质庸弱，恐污了小姐法眼，还望小姐哪怕看在他们干些粗活还算利索的份上，暂且将就一二。50岁以下的金丹巅峰算庸才，那我算什么？庸才里的废柴吗？我一直以为自己25岁结丹已是人中从勇，人家连旁系的打杂弟子都是金丹巅峰，那主脉序列得是什么怪物？连旁系支脉都能随意拉出一支金丹圆满的天骄队伍，这冬青玉的天真的要变了。罢了，既然主脉的来不了，那就凑合着用吧。这种级别的势力稳了，这次真的稳了。只要我抱紧仙子大腿，这一波不仅能活命，说不定还能多喝点汤。走。老伙计，咱们还要让弟子进去吗？跟这群变态抢机缘，我怕咱们的弟子进去连裤衩子都剩不下呀。进，为何不进？有小姐在，这秘境里的邪祟也好，危机也罢，怕是都要绕着道。就当是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们进去开开眼界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天骄，什么才叫我上头有人。啊，搞什么？我的保镖团呢？这跟说好的剧本不一样啊！
按照爽文套路，这时候不应该是我带着30个小弟像推土机一样横推整个秘境吗？怎么落地成孤家寡人了？友情提示：本秘境因受到干扰，传送机制由组队跟随变更为随机落点。也就是说，宿主您现在是单排。单排。丁，检测到附近出现2名大气运目标人物。根据大数据对比，一个是原主角罗天，另一个是反派君无涯。主角，他现在不是在隔壁大区练级吗？还有君无涯，原著里的大后期 BOSS 白切黑这种级别的2个人物，怎么凑到一起还正好落在我附近？筒子，展开说说这俩货怎么回事？宿主想知道具体情报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特大喜讯！恰逢系统届年底冲业绩，本统特推出知己知彼情报大礼包，原价1000，现在只要100，满减后70，买不了吃亏。你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70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宿主冤枉啊！本总这可是吐血大甩卖，您行行好，隔壁筒子都换新皮肤了，我也想年底冲个业绩 KPI 呀！70块真不贵了，这可是关乎您能不能在秘境里大捞一笔的关键情报。别给我整这些虚的，这种套路我上辈子见多了。什么年底大促跳楼价，真放到某宝上一扫，成本价顶多1/3。10块上品，不少，10块，大姐，您这是砍价吗？您这是砍大动脉呀！拼夕夕6万人砍不下一部手机，您这一刀下去，直接砍了我60万下品零食，您是魔鬼吗？不愿意，那就算了，反正遇到那俩货，大不了我直接开溜。别，姐，亲姐，您再涨点儿，让我多少赚个辛苦费。行吧，11块，不能再多了。卖，我卖，11块就11块，算我倒霉，碰上您这么个周扒皮。罗天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跑啊？跑？谁说俺跑了？就凭你们这几条焚天宗的看门狗，也想取小爷的命？先知颠傲世间，有我罗天便有天。我罗天当镇压世间一切敌。今日我若不死，来日必踏平你焚天宗。好尴尬，真的好尴尬。这种古早台词，居然真有人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喊出来，还喊得这么理直气壮。大哥，你泡了人家闺女，人家老爹追杀你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怎么搞得好像你是受害者一样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杀！吸星大法，吞天魔功。师兄，他是邪修，想走晚了。这就是原著男主的金手指，吞噬体质，不讲道理，不讲逻辑，只要能吃就能变强。什么焚天宗，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。在下罗天，方才解决了几只苍蝇，倒是惊扰了仙子清梦。不知仙子芳龄几许，可有婚配？若是不嫌弃，可愿下来与罗某共度这良辰美景？我感觉早饭都要吐出来。大哥，你刚才吃了那么多人，嘴都没擦干净，现在跟我谈良辰美景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普信又这么油腻的？比起这只没进化完全的兽类，那边那个衣冠楚楚的斯文败兔虽然危险，但至少养眼啊。女人，你是在欲擒故纵吗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这个秘境很危险，像你这样的弱女子，没有我的保护，根本活不下去。是谁？这位兄台，家人当敬。若是人家不愿搭理你，又何必动手动脚？如此行径，未免有些失了风度。风度？你算哪根葱？小爷做事轮得到你来教？看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赶紧滚，别打扰小爷泡妞。在下君无涯，见过姑娘。方才见这狂徒对姑娘无礼，一时没忍住便出手了。唐突之处，还望姑娘海涵。瞧瞧，这才是反派的自我修整。虽然知道这货是个白叉黑，但人家表面功夫做得让人挑不出理来，跟旁边那个只会大喊大叫的油腻男主比起来，简直云泥之别。小白脸，既然你想当护花使者，那老子就先吃了你！
聒噪。恶心，装完就跑，真刺激。女人，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刚才那一剑，若他稍偏半分，我与那疯狗已然形神俱灭。可他偏偏选了最极限的中间点，强行震退，却又留了一线生机。不愧是光灵根的拥有者，倒是君某落了下场。丁，检测到原主洛天的强烈占有欲和强制爱幻想，幸运值加250。检测到反派君无业的高度警惕、好奇与探究欲，幸运值加150。250，这数字吉利，配他那脑子更好。仙子，仙子留步，让开！仙子何必如此拒人千里之外？方才那一剑让在下惊为天人，没想到能在此处再次巧遇仙子，这不仅是缘分，更是……我不喜欢撒谎的人。仙子慧眼，在下并非有意跟踪，只是这秘境凶险，在下确实想寻求仙子庇护。这礼盒中是在下的一点诚意，既然顺路，不如结伴而行。把这只白切黑放在眼皮底下，总比让他躲在暗处搞事要强。既是顺路，随你。既然顺路，那加小爷一个又何妨？这位仙子，咱们又见面了，看来缘分是上天注定的，你是我的，跑不掉。这台词，他是从哪个古早霸总语录里抄来的？杀不能杀，赶又赶不走，那就只能当他是行走的造粪机器了。随便。仙子，这里面是一只寻灵鼠，虽无战力，但对天材地宝极其敏感。直接收纳活物，唯有炼虚级以上的空间戒指，内含一方小世界规则，才能容纳活体。我君家传承数万年，也仅仅只有老祖手里有一枚。哼，一只破老鼠有什么用？女人，跟着小爷，小爷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好吵，想死一会儿。飞是不可能飞的，飞起来太费灵力，容易暴露真实修为。跑也不行，神女怎么能跑？太不优雅了。这树长得颇为别致。仙子果然道心通透，常人入秘境，无不步履匆匆，只想争抢机缘。唯有仙子身在宝山而不乱，能于这肃杀之地品味草木枯荣，这份从容气度，君某佩服。这都能圆回来，你不去当阅读理解的告官，真是屈才了。来得好，女人，看好了，这才是强者的战斗。怎么样，帅不帅？这畜生虽然皮厚了点，但在小爷的铁拳下，也不过是土鸡哑狗。童子，快把这画面存下来！这要是拿到现代去，我家能源危机直接解决了。古希腊掌管油腻的神，这简直就是个人形自走大游天，走两步都能滑倒那种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苍狼修行不易，罗兄下手未免太重了些。小白脸，你懂个屁！修仙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你这么圣母，怎么不去喂老虎？参见殿下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不用多礼，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。跟着我，保证你们有肉吃。神女，核心遗迹就在前面，我们愿为您开路。谢殿下。女人，你到底是谁？神女，看来她这次也算是慧眼识珠了。正好近日父亲母亲也让她赶快找个儿媳回去，这岂不是正好？谁敢挡路？喂，那个傻大个，把路让开，不然小爷……神女殿下，您可算来了，俺们都等您半天了。这秘境里的怪太不经打了，俺寻思着给您弄点野味尝尝鲜，这才耽误了功夫。起来吧，脏死了。刚才就是你在那儿叫我，哪里来的野狗，也敢挡神女殿下的路？信不信俺把你劈成两半，当柴火烧了？误会。赵铁柱，殿下，您吩咐。倾城呢？叶圣女啊，刚才俺看见她跟那个畏畏缩缩的散修往西边去了，说是要去寻什么大机缘，不让俺们跟着。救命啊！要死人了！这是什么究极直男癌晚期？还是说这货的稳健属性已经刻进 DNA 里了？他是不是不行啊？背着这种大美人还要垫垫步，嫌弃谁呢？医师，有没有医师？快看看，晚一步就要随礼了。怎么回事？仙子，真不怪我啊！我都说了那边危险，叶圣女非说富贵险中求，
他刚摸进那个洞府，就被一只守护兽给拍出来了。这货绝对没说实话。按照这小子的狗道属性，要是没拿到好处，他能冒死把叶倾城背回来？8成是叶倾城当了诱饵吸引火力，这小子趁机把机缘顺走了，心里有愧，这才不得不把人捞回来。殿下，不行了，这毒太霸道了，五行丹根本压不住，毒气已经攻入心脉了。这就是女主气运被压制后的反噬吗？都让开！俺的瓶颈松了，这血味不对劲，我感觉我要突破了。我也是，我困在筑基中期10年了，闻了一口这味儿，关垒就裂了条缝。这女人，她是行走的悟道树吗？要是能喝上一口，道运显化，血液反祖成精，这是传说中的仙体，还是某种早已断绝传承的上古神脉？婉音姐，别说话，静心体悟。还好伤口愈合得快，不然再流一滴就真心疼死了。不好，是兽潮！这动静起码有上千头，还有大家伙。元婴期的兽王，这就是俺们万剑宗长老来了也得跪啊！跑，分头跑！丁，恭喜宿主触发隐藏成就神爱世人，检测到前方出现光明系狂热粉头子，光明独角兽。友情提示：宿主身负光系天灵根，又有太上忘情琉璃体金血加持，在那只独角兽眼里，您浑身上下都在不灵不灵发光。虽然比喻不恰当，但在他看来，您基本等同于耶稣降临梵蒂冈，或者佛祖现身少林寺。不是，我明明是个反派预备族，是个心机深沉的绿茶神女，怎么混着混着就成光明教皇了？这人设是不是偏的有点离谱了？婉音姐，那是元婴妖我，危险！喂，那个女人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那是畜生，听不懂人话的。老子虽然想睡，想保护你，但也没想陪你送死啊！跪下！这气息，光灵根，古籍有载，光明独角兽乃天地瑞兽，性情高傲，非圣人不出，能让元婴期妖王一面便纳头便拜。不仅是光灵根，这怕是传说中的光系天灵根啊！什么？神女竟有光系天灵根？那可是唯有心怀大爱、至纯至善之辈，方有1000000分之1可能觉醒的灵根。这就说得通了，怪不得他从未出手伤人，怪不得他身上总有一种让人自惭形秽的清冷。原来那不是高傲，是他太过纯净，容不得半点世俗污秽啊！韩墨，你真该死啊！人家是拥有光天灵根的至善之人，说不定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。你居然还怀疑他给你灵石是想涂抹你的身子？光系天灵根，再加上那奇怪的体质，拥有极致的光灵根，意味着心灵必须澄澈无垢。恐怕他连踩死一只蝼蚁，都要在深夜里难过许久吧。这就是天道的平衡吗？给了你无敌的力量，却让你因善良而无法挥剑。或许该护着。既已臣服，那便开路吧。筒子，这独角兽口水有点多啊，想洗手，回头能不能把它这脚锯下来卖了？挺值钱的。宿主，做个人吧，那是人家沟通天地的器官，你当鹿茸呢？这味儿如此纯善的灵魂，吃起来一定很美味吧？少人了，叶倾城跟韩墨这俩提款机跑哪儿去了？赵道友，本宫有事需先行一步，这30人便留在此处，护送你们前往核心区域。半日后，我们在核心遗迹会合。走。人家直接骑着元婴大佬飞走了，留下一堆金丹巅峰看着我们，这还玩个屁！这就是格局啊！明明拥有独占鳌头的实力，却还担心我们的安危，特意留下这么强悍的护卫队。以后谁敢说木神女一句坏话，我顶着大吉果也要第一个挖坑把那人埋了。这些都是你杀掉修士身上的。他没杀人，这秘境100年开一次，每次都有倒霉蛋死在里面。这小家伙心善，见不得暴尸荒野，就把那些死人给埋了，顺手把储物袋叼回来了。可惜打不开，就一直堆在这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独角树，它是修仙界的顶级寻宝神兽。好孩子，既然这些宝物你打不开，就让姐姐帮你处理吧。这就叫做资源回收和环保修仙。发财了，这波是真的发财了！丁，高危预警，的30名金丹巅峰保镖正在遭遇攻击。别怕，带我过去。
穷者精准覆盖，我储物界里的百张炼虚一击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撑住！不要乱了阵脚！这些东西怎么杀不完啊？地下有问题，我们的气血只要一死，立马就会被地下的东西吸干。多谢款待。虽然都是些没长大的小娃娃，但这细皮嫩肉的滋味，想来甚是甘美吧。死马当活马医了！这就是婉英姐随手塞给自己的小玩意儿。一眼万年，古人诚不见我。破！化神巅峰，不可能！这秘境有古灵限制，50岁以上绝对进不来。你是谁？哪个老怪物的转世神？不到20岁的化神巅峰，这他妈是打娘胎里就开始修炼，也练不到这个境界，不科学，更不修仙。你问本宫是谁？在这东青域，还没有人敢站着问本宫的来历。好一个狂妄的黄毛丫头！不管你什么来头，今日把这一身极品血肉留下来吧！想打架？既然你活得久，自诩见多识广，那不如我们来下一盘棋。棋？生死关头你要跟本座下棋？怎么不敢？以天地为盘，老鬼，你若赢了，这满场血石，包括本宫在内，任你许用；但若你输了，狂妄！本座纵横上古之时，你家长辈还在玩泥巴，论神魂推演方算计。好，你想死个明白，本座就成全你。神女真的行吗？那可是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。放心，他既然敢提，必有胜算。下棋，我就会五子棋好吗？童子，别装死了，给我上！把你的算力拉满，给我往死里算！收到。阿尔法狗修仙加强版已上线，正在接管，正在扫描棋局，正在建立1万级推演模型。哗众取宠，哼，小娃娃，这一步走得太急了，太嫩。你这大龙已被本座斩断，还不投降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到20岁，不可能有这种算计。就算活了数万年的大成大能，也不可能把本座逼到这种地步。你作弊，你一定作弊了。跟 AI 比算力，你怕是不知道什么叫科技改变修仙。作弊，在我族里，棋道共有9段，9段者活过了数十万年的老者，穷尽一生，只为窥探那一线天机。这世间总有那么一个例外，曾有一个年轻1段战胜9段的先例。是谁？胜负已分，那个例外就在你对面。徒儿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师傅，咱们退赛吧。啥？退啥赛？全域大比啊，还比个屁啊！您知道神女什么修为吗？什么修为？难道筑基圆满还是假的？假的，人家未满20岁化神，给我的感觉甚至比咱们万剑宗化神后期的宗主还要恐怖。什么？神女殿下还拥有传说中的光系天灵根，那头元婴期的光明独角兽王当场滑跪，哭着喊着要给神女当坐骑。我们在里面就像一群还没断奶的孩子，看着神女跟万年老鬼下棋，一指灭杀漫天血海，这还打个鸡毛啊！20岁的化神后期，我宗最强圣子才金丹后期，上去不是送菜，是送死啊！此言差矣，咱们其实也可以争一下第32的。婉莹姐。吸，给我吸！爽，还是修士的血肉资本啊！焚天宗那个傻妞居然还嫌弃我，等老子神功大成，在全域大比上大杀四方，到时候定要让他跪在老子面前唱征服。罗天，你想在大比上出风头是吧？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我会让你在全天下人面前身败名裂。谁在想小爷？难道是那个木仙子？嘿嘿，女人就是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心里指不定多想我呢。等着吧，
全域大比就是小爷我楼天扬名立冠的时候，到时候不管是宗主之女还是圣女，统统都要拜倒在我的道袍之下。穷啊，怎么这么穷啊？不是说上古大能的遗迹吗？除了那窝死人财，怎么连根像样的千年灵草都找不到？仙子，有事？在下见仙子在此徘徊许久，似有心事。方才那邪修伏诛，众生得救，此乃无量功德。仙子为何看起来并不开心？我当然不开心了，这满地的机缘都被人抢光了，我能开心吗？众生皆苦，我虽救得了他们一时，却救不了这一世。果然，他是在悲悯天人，这等境界，这等胸怀。其实无涯有一事相求，实不相瞒，家中长辈催得紧，一直想让在下寻一位道侣。当然，在下并非对仙子有非分之想，在下只是想请仙子帮个忙，假扮，只需随在下回一趟君家，应付一下家中老祖即可。作为回答，天阶功法、数万年灵药，在下双手奉上。天阶功法、万年灵药，原来在你眼中，我便是那种会被俗物所动之人。君公子，请回吧。本宫救人只为本心，至于那些身外之物，在本宫眼里与尘土无异。仙子留步，是无涯唐突了。不过，我君家地处北寒域极寒之地，虽然苦寒，却有终年不化的雪山，极光漫天的瘴叶，更有一条大型上品灵石矿脉，深埋雪下，折射出的光芒如梦似幻。仙子既然喜爱自然，不知可愿去赏一赏那北国风光？雪山没兴趣，极光也就那样。但是大型上品灵石矿脉还是上品，扣点边角料就够我扣金扣到手乱。学姐，我自幼喜劫，却还从未见过那万里冰封的纯净世界。也罢，既然君公子盛情相邀，又说是为了应付长辈的一片孝心，那本宫便随你去看看那学姐，重点是富饶。仙子放心，定不会让仙子失望。既已结伴同行，还不知仙子芳名，此前虽听旁人唤过，但无涯想听仙子亲口告知。穆婉莹，你唤我原来的称呼便是。婉莹，好的，婉莹。哟，这反派没救了。行了，别跟着了，我还想在秘境里独自待几日。大比之后，你若还在，那便同行。婉莹，你是我的君家少夫人，谁也抢不走。若是有人敢染指，我若流一滴泪，我便屠一座城。快，小白，回咱们的秘密基地。发财了！这次是真的发财了！筒子，干活了，把这些破铜烂铁都给我估个价。好嘞！下品灵石总计210万枚，中品灵石总计1400枚，杂物估价605万下品灵石。这么多！本系统已开放回收服务，可一件打包出售，低品级灵石转换为更高品级。发财了！换，全都给我换成中品灵石。不过宿主，这里有个小小的手续费问题。直接兑换汇率100:1，回收二手杂物兑换吗？涉及清洗、翻封、二次销售等工序，汇率200:1。多少？200:1？你不如去抢，那可是价值800多万的东西，你一刀下去砍一半。您想想，您现在什么身份？太上道宫的神女，光天灵根的圣人，难道您要亲自去访视摆地摊？被人看到神女殿下跟散修讨价还价卖二手裤衩子，那您人设还要不要了？不得不说，确实戳中了死穴。那些法宝都有印记，一大堆破烂洗印记太麻烦，带出去容易被感应到。要是拿上千个死人的储物袋出去卖，第二天神女杀人越货的谣言就满天飞了。行，算你狠，换，都给我换了，我就不是狗啊！好嘞，感谢宿主的大方投喂支持，正在结算，恭喜叔入围41150枚中品灵石。4万2，终极卡池抽一次100中品，我要抽爆！筒子，先来400发热热身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好嘞，金主妈妈。虽然大部分是白光和绿色，但架不住基数大呀。恭喜宿主获得上品补气丸乘66，一次性如花面具乘1，2级人物卡，影卫小队12人，初始修为化神初期，整整12个2级人物。虽然初始修为只是化神初期，跟清雪没法比，但胜在人多势众啊！加上之前的班底，这可是一支能推平任何一流宗门的化神大军。继续！恭喜宿主获得中品法器提升卡乘2，2级人物提升卡乘6，流云碧玉簪地上品。好东西，就你了。
喜宿主，暴击成功！物品进阶为9天蓝月簪天阶下品，效果被动触发，可抵挡合体中期全力一击3次。合体中期3次，看着平平无奇，但这可是多了3条命，狗命要紧，这点投入绝对不亏。恭喜宿主获得稀有丹药延寿丹中盆，效果无视境界，无副作用，强行增加500年寿元。500年寿元，多少寿元将近的老怪物，为了多活100年都愿意献祭整个宗门。收好收好，这可是以后换极品灵石的本钱。上品血脉提存丹池2，专供灵兽使用，有概率促使返祖。小白，过来。张嘴，给你吃糖。筒子，你这药是不是过期了？这是提纯还是脱毛膏啊？宿主淡定，这是换毛，说明药效太猛了。好家伙，秃了，也变强了，半步化神，血脉还从1丝变成了2丝，这一波400连抽不亏。昨天那个种马，叶倾城那个死傲娇，韩墨那个稳健帝，还有君无涯那个恋爱脑反派，那3个男人想得到美。系统，气运卡池12连抽，梭哈！恭喜宿主获得破镜丹乘1，群体 R 级人物提升卡乘1，R 到 S2 人物潜力突破卡乘2，99感冒0乘8，一袋9包哦。是时候给我的保安团们升级了。既然要玩，那就玩把大的。今日我便赐你们一场机缘。叶清雪，炼虚中期，第2、第3、第5、第7，炼虚初期，玄6位，化神后期乘6，暗卫小队，化神中期乘12。按照系统的主仆同生设定，只要我突破境界，手下全员提升。这一口吃下去，我晋升筑基后期，清雪他们直接突破到炼虚后期和中期，12名暗卫全部迈入化神后期，玄6位直接踏足化神巅峰，5位老牌炼虚大能，18位化神高阶强者。既然决定要在全域大比上捞一波大的，这点投入不过是敲门砖。还没来？急什么？主角总是最后登场的。不过万剑宗那老家伙看起来快不行了啊！就算他全盛状态，也不过炼虚初期而已。老夫又不是没杀过，明面上只有老夫1位炼虚初期，但暗地里1位炼虚中期和1位炼虚初期的太上长老，再加上整整11位化神长老，正蛰伏在虚空断层之中。加上天一阁那边他们那位刚突破的炼虚中期老阁主亲自带队，外加1位炼虚初期7个化神供奉，2位炼虚中期，3名炼虚初期，18位化神。哪怕那个神女身边真的有1位炼虚护道者，在绝对的数量优势面前，也不过是螳臂当车。优势在我，很不对劲，四周至少藏着数道不弱于老夫的气息。这群疯子到底想干什么？神女殿下还没消息吗？不知道啊，秘境一别，殿下就没露过面。希望殿下不要忘了这回事。四周到处充斥着让人心悸的杀机，只要神女今天不出现，我们2个宗门怕是要在今天被彻底抹除。胜者散修罗天！呸！废了！还有谁？此子手段阴毒，虽是散修，却颇有我血煞宗的风范。这股气息似是某种魔功，好苗子，真是个好苗子啊！看见了吗？这就是老子的实力。等我拿了第1，木仙子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到时候决赛，散罗罗天对变太上道宫叶倾城。哟，这不是叶圣女？听说你是那木仙子的小跟班？
等把你打服了，让你们姐妹俩……什么？结婴？这丫头竟已结婴！元婴！我吞噬无数生灵，不惜修炼折损兽元的魔功，才堪堪摸到金丹巅峰的门槛。这女人凭什么？凭什么只是消失了几日，便跨越这道天界？这一掌是替那死在你手中的无辜王神讨。不，我怎么会输？命倒是硬，既然邪功护体不死，那便废了你这祸害。尔敢，后生可畏，但也莫要太过歹毒，大笔切磋，点到为止即可。此子虽修习功法偏激了些，但他天赋卓绝，乃是我东青玉未来的扛鼎之人。你这女娃心胸未免太狭隘了些。狭隘？他吸食人血时，前辈不谈狭隘；他羞辱其他势力时，前辈不谈点到为止。如今技不如人，要服逐了，前辈倒来讲起大道理来了。放肆！长辈教诲，岂容你这黄毛丫头顶撞？今日这大比第一，本座说是罗天，那便是罗天，我看谁敢有异议。雪哭，你这老脸若是不要了，便拿去擦地。欺负一个小辈，你也配称尊做主？配不配，实力说了算。既然万剑宗非要这般有骨气，要与那不知所谓的太上道宫陪葬，那诸位道友也不必藏着掖着了，请诸位现身。万剑宗太上道宫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让那个装神弄女子滚出来受死，否则本座今日连喜落下山，鸡犬不留。野丫头，等会儿老夫燃尽寿元，撕开一道口子，你便逃吧。还不出来吗？看来那所谓的神女也不过是个贪生怕死之辈，又或者根本就是个虚张声势的水货。流云，这是早已失传的流云仙舟，天阶中品法宝，普通的合体势力都无法拥有，今却出现在了东青玉，这土鸡瓦狗这个词，本宫觉得用在尔等身上都显得有些抬举了。小主可是嫌喧闹？无碍，浮鱼自是这般。神女，是神女殿下。如此便好。大家族出来历练的大小姐，眼高于顶，不知死活。真以为凭借一件天阶防御法宝，就能在这吃人的修仙界横行无阻？本座还当是什么过江猛龙，原来不过是依仗外物的黄毛丫头。小辈，本座承认你有些背景，这非洲亦是不可多得的重宝。但你既然只身前来，便是最大的愚蠢。本座这里炼虚有5，化神18，此乃煌煌大事。识相，就把身上的至宝交出来，自当留你一命。清雪，方才说他们有多少人？回小姐，炼虚5人，化神18。哦，本宫自幼便不细算数，这种无聊的加减法最是令人头疼。既然算不清楚，那就一个不留。第二，这跟土匪打官兵有什么区别？这特么怕不是把哪个大域的全部强者给搬过来了吧5尊老牌炼虚，18位高阶化神，最可怕的不是这些人的修为，看那站位，这些炼虚大能竟然都只是那位女子的护卫，能够随意驱使高阶炼虚，那这女子的背景究竟该是何等通天？哦，现在可有话说？误会，老朽只是路过，见此地热闹，特来看看。对，看看，我等久仰神女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路过，方才不是还要本宫的非洲吗？
不是还要血洗此地，鸡犬不留吗？本宫虽不怎么在意，但这几句话倒还是听得真心。这气息，北韩域是北韩域的规则体系。如此霸道的寒气，除了那一家，还能有谁？君家，是北韩霸主君家。天不亡我，若是能挑拨这神秘女子与君家对上，那这水就彻底浑了。只有水浑了，我们才有机会摸鱼。是哪位道友降临？东青玉血煞宗血窟恭迎君家道友。又来，本来局面就已经够乱了，现在居然连隔壁大域的巨无霸都插手了。这君家可是出了名的护短且霸道。君三祖，聒噪！半天前，那个一声不开气的少主君无瑶，火急火燎的传讯回家族，信里没说别的，就一件事儿：爷爷，我有媳妇儿了，速来撑场面。要牌面最大那种，不然孙媳妇要跑了。当时看了信，既欣慰又头疼。欣慰的是万年铁树终于开花，头疼的是这孙子居然为了泡妞，把我们3个正在闭关的老家伙都给摇出来了。本来想着也就是来东青玉这种乡下地方接个小辈，我们3个炼虚老祖亲自迎接，怎么也是给足了面子。到时候一定要摆足长辈架子，敲打这个未来的孙媳。结果刚一撕开空间，差点给跪了。三哥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那是流云仙舟吧？完整的天阶中品。那玩意儿，咱们君家也就老祖宗坟里埋了一艘残次品吧。这他妈是哪家的小辈？这配置，就算是地族大小姐出行，也就这排上了吧？乌鸦这小子，他说找了个媳妇儿，没说是找了个帝女啊！这哪里是让我们来撑场面，这分明是让我们来抱大腿的呀！那宝剑的青衣女子，那剑意，我接不住一招。什么长辈架子，什么敲打，都特都见鬼去吧！北韩军家军问天意携4族5族见过穆姑娘。